Zion Williams 以新人年资质的状元进来带领球队进入季后赛，绝对翻倍。不要说我不负责，我会说绝对翻倍。Luka Doncic 他可以直接杀到东区的决赛，那这个卡价今天就不会是$3000这么简单了。它绝对是2倍、3倍的成长。你看好它，我会跟你讲，那你就狂买吧，狂买吧，狂买吧。Hello， 我是微微，欢迎回到老婆不要看 NBA， 准备要复赛了。虽然很多的明星可能都中枪，但是我们旁边摆出来的，相信都是所有喜欢 NBA 的球迷都会想要知道的，就是 Zion Williams、Luka Doncic 还有 Ja Morant， 他们在接下来的卡式表现，到底会跟他的球势有什么样的相连关系呢？那在我们开始讨论这3个新秀之前，我会先提另外一个球星的名字，你们绝对想不到，他会是 Derrick Rose， 是所有现在新人的障碍。因为他早在22岁的时候，他拿下史上最年轻的 MVP。如果大家能够回溯当年他从2008年的选秀进来成为状元，然后第1年他热身，第2年他就可以带领公牛队从 Jordan 之后就没办法进的季后赛 Rose， 第2年就办到了。第3年他就可以以62胜的这个季赛的资质进入季后赛，然后当季后赛还可以进第2轮的时候，才被 Chris Bosh 还有 LeBron James 把这个矮小的后卫守在东区冠军门口之外。所以如果反推到现在的这3位人，现在 Luka Doncic 有3000多块，$3700 ，Ja Morant 的银两在$1700，然后大概 Zion Williams 也是在3000出头左右的这个美金。接下来我会告诉你怎么看他们的卡价。所以 Luka Doncic 在季赛的时候，他已经没办法拿下60几胜了，所以 MVP 之姿可能比较渺小一点点。但是他的打法，团队的打法可以让整队提升起来，也许他可以突破 Rose 进第2轮，也就是他在新人年的第2年就可以创下直接进决赛的部分。这件事情绝对就是 Rose 的另外一个障碍，他可以直接杀到东区的决赛。那这个卡价今天就不会是$3000这么简单了，它绝对是2倍、3倍的成长。很多的球迷就会开始认他是谁。当然，可能大家都说，哎呀，大家都认识 Luka Doncic， 但是这个是要让更多广大的球迷，这位东七七帅哥到底是谁啊？哇，怎么这么帅啊？怎么可以杀去东区总冠军赛？哇，这才是新人年的第2年呢。这个就是一个不断的想象，那收藏家还有更多的广大的收藏迷就会涌进来，因为他就创下了 Rose 的那个最大的屏障，叫做进东区总冠军赛。所以如果他真的进了东区总冠军赛，我会告诉你，这个真的不止2倍、3倍，这是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。那当然，他可能明年还有另外一个纪录可以突破，因为他现在21岁，所以21岁，也许他可以在22岁拿下史上最年轻的 MVP， 但是又几天，这个肯定要好好算一下。我们帮大家查了资料 ，Duncan 还有 Iverson。全部都是超过24岁、25岁，所以非常非常的不容易。如果你直接说，我看好他能够进第2轮，打败快艇 ，OK， 因为现在目前预测他的这个排名的部分预计是会遇到快艇，所以大家就知道这是非常硬的哦。你会遇到的是一个 MVP 等级的，而且可能是2位的防守 ，Paul George 还有 Kawhi Leonard， 这2位如果能够突破到第2轮，你看好他，我会跟你讲，那你就狂买吧。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的是众所期待的选秀状元 Zion Williams。那参照刚刚的那个障碍，那他的课题就会是进入季后赛。可能现在连球队的领袖可能都还在争取一点点。当然，如果他的表现在接下来最后在争取老8的时候，他的表现非常的抢眼，所有的球迷都认可说，今天没有他跟有他差非常多的话，那我会说，以新人年资质的状元进来带领球队进入季后赛，绝对翻倍。不要说我不负责，我会说绝对翻倍，因为这个已经很久没有看过了。那当然，如果他真的进入了季后赛，成为老8，然后你们应该知道他的对手是谁了，湖人队。
好，因为目前第1名应该掉不了，应该还是湖人队。如果以老八你过的话，我的脑袋应该会炸开，我应该没有想过以新人年之姿可以打败湖人队，这个太恐怖了，应该不是以倍数来成长。好，当然这个是很强的一个故事。那我们会说，我们不要太苛求Zion Williams。如果在Zion Williams对上LeBron，哇，那个画面守得住，或者是他的得分可以上双 double， 表现得非常的强势，那可能最后就算是被湖人打趴了，我会跟大家讲，进入季后赛翻1倍，表现得还不错，再翻1倍，这是绝对没问题的。但是大家刚刚也听到我的分析，那有多么的难。接下来就会是网友敲碗的这个 Ja Morant 了。那 Ja Morant 在今年的这个新人年也是表现得非常的精彩。那刚刚的解释就是，那如果他能够守住这个老八的话，那又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？相对的，他跟鹈鹕队的这个期待值是比较不太一样的，因为他跟 JJJ 的搭配，还有整个他们的这个体系的做法是比较保守一点点。相对的鹈鹕队，我们开玩笑的，可能在打网络的游戏的话，他可能会产生暴击啊，就是因为他有 Ingram， 然后又有 Ball， 然后这个年轻人这个有点害怕这个乱拳打死的这个老师傅啊，所以这个年轻人的部分，相对的 JJJ 跟 Ja Morant 他们的合作的这种部分还在磨合当中，但是相对的是非常稳定。如果我们现在随便的说，当这个灰熊队要对上湖人队的话，大家大概知道这个赌局大概是什么样子。Ja Morant 在守住老八的部分是否能够表现得非常的好，而且在季后赛里面能够表现出一个领袖的特质，去贯穿整个的球队的这个流动，还有球的这个控制，会是他主要的课题。当然，他可能还会另外挂一个年度新人王。那相对于 Zion Williams 他们在互相竞争的时候，比较多的球评还有记者都会比较偏向的是 Ja Morant， 因为他比赛的整个球技比较完整。相对于 Zion Williams 只是开刀，然后可能是缺了大半的球技，所以这个采样或者整个球队的贡献相对会是少的。所以 Ja Morant 可能会拿到年度新人王之外，他是否能在季后赛能够表现得出色？虽然可能跟这个第一种子在打的时候，他至少能够像是上次差点要跨越 Kevin Love 的这个头再灌上一篮，我相信这个都绝对可以搏上版面，让所有的这个你要想象这个全美全世界大概在看湖人的时候，哇，看到一个小子怎么这么厉害，这样就够了，这样子就绝对虽然可能不用翻倍，50%也应该够了。所以这个是让大家会知道说，其实季后赛其实是一个 NBA 最大的一个曝光度的时候。这些新人要想尽办法能够挤到那些曝光度，让更多的广大的 NBA 球迷认识这个新人。如果 Ja Morant 可以在跟第一种子在 compete 的时候有一些精彩的镜头，甚至到大家都可以一起从呆子都会看出他的 potential 的话，那他的塔价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收藏而涨价。所以相对于在这个表现的当下，如果他再冠上一个新人王，我们就开玩笑说，那就会是锦上添花。但是通常年度新人王其实常常没有到很好的下场。我们可能开玩笑说有 Blake Griffin 然后 Chet Evans 所以那些东西都是新人王，但是最后都不是走得很长久的。但是这个就是给大家说听听看。新人王只是厉害不错，但是我们开玩笑说新人王都有诅咒啊。这个球迷大概都知道，所以这些是我们会稍微让大家去分析说这3位怎么样让大家去了解。说从这些他们的个人的战绩，还有他们对于这个整个历史上面所要去 compete 的这些障碍，然后到季后赛又要怎么看，甚至是只是博取一点点的镜头也好，他只要进了 playoff 的这个 highlight， 我们说高光啊，那他就有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收藏它。以上就是我们帮大家去整理新人前3年的关键里程碑：拿下新人王；2，季后赛有良好的表现；第3，杀进第2轮。倒数第2难的就是拿下季赛60胜，再来就是拿下史上最年轻的 MVP。这是我们帮大家去整理的前只有这个5名的关键的部分。所以这5名的关键，如果他们3个人其中1位能够达到，剩下的另外2位应该就更难。因为如果是卢卡东契先拿到的话，剩下2位就会设下卢卡东契的障碍。大家如果对这3位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留言，欢迎在下面留言。那我们也是因为这样子看了大家的留言以后，我们才专门去做出这个特辑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然后继续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老婆不要看，我们下次见。